欢迎收听华瑞投影观点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来解读由高盛撰写的报告。其实这份报告主要是探讨2026年第一季中国消费降温，还有整个零售业的生存洗牌。哇，这个主题蛮沉重的，因为大家刚过完春节嘛，您看社群媒体上到处都是那种餐厅爆满啊、人挤人的景象。对，表面上看起来很热闹。就是说啊，但为什么这份报告给出的最新数据，却像是直接给投资人泼了一盆冷水呢？要理解这个现象，我们得先翻开这份报告，请看第3页的宏观经济数据。虽然说首季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5.0%，但这其实主要都是靠制造业和出口硬拉上来的。所以说，国内消费其实并没有跟上。完全没有。您看全国零售销售额，它的增长率其实只有微幅上升到2.4%。更让人担忧的是，城镇失业率升到了5.3%。5.3%，这数字真的蛮高的耶。对呀，所以现在的消费者变得非常谨慎，大家都开始寻求那种极致的性价比。了解，这感觉就像是您把所有的预算全砸在节庆的时候吃一顿豪华大餐，然后平日只能极度节流，连买杯饮料都要想半天。没错，这个比喻非常生动。那这种消费降级的现象，是不是也反映了大家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一种强烈的不安感呢？绝对是这样。不过消费端疲软还不是最惨的。这份报告提到，更致命的是，企业端现在正迎来成本暴涨的黑天鹅。成本暴涨，现在原物料有涨得这么夸张吗？报告里有特别指出，主要是因为原油价格波动，这导致了巨值，也就是那个 PET 的现货价比去年同期飙涨了59%。等一下，59%，这也太惊人了吧？对，价格大概来到了9490元左右。这对包装饮料产业来说是个重击，因为饮料的保特瓶就是用 PET 做的吗？是的 ，PET 占了他们成本大概20%到30%。另外，宠物食品的包装也连带受到很大的影响。那这样企业不就亏惨了吗？其实目前很多企业还在靠之前的低价库存撑着，但只要库存一耗尽，接下来马上就会迎来毛利的大衰退。上下夹击的情况下，到底谁能在这场风暴里活下来啊？这就到了报告最关键的产业分析部分了。既然成本上涨是躲不掉的，我们就得寻找那些具备转嫁成本能力，还有强大定价权的赢家。定价权真的很重要。那报告里有特别看好哪些产业吗？有的，首先是乳业，像是伊利和蒙牛，因为他们对原油成本比较不敏感，而且整个产业的获利能力正在触底回升。哦，对，毕竟乳牛不吃原油嘛。那其他的呢？再来是体育用品，报告指出本土品牌的防御力很强。另外，在外国品牌的部分，艾迪达逆势增长了17%，但耐吉却衰退了超过10%。哇，这落差蛮大的耶。对啊，另外像是老坡黄金，还有美的集团，他们也展现出了无视原物料波动的强大议价能力。了解，所以现在真正的护城河已经不是您的产品做得多炫，而是您有没有那个能力把涨幅100%转嫁给消费者。说的完全正确，不过有看好的，当然就有避雷清单。没错，这对投资人来说更重要，要避开哪些地雷？报告建议避开宠物食品、家具还有服装代工，因为他们除了成本压力，还面临严重的汇兑损失。听起来真的是危机四伏。那政策方面呢，有没有可能会有什么大撒币的刺激方案？报告的预测是大概不会有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了，整个市场已经正式进入了存量博弈的阶段。存量博弈，意思是市场大饼已经不变了，只能从对手那里抢。完全正确，这是一场零和游戏。这也带出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。过去很多中国企业只要靠着出海当个廉价替代品就能获利，但强势货币正在吃掉这些微薄的利润。没错，所以您可以好好思考一下，当这种廉价替代品的红利消退之后，到底谁能在海外市场真正建立起不可取代的品牌忠诚度？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摘要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欢迎追踪华瑞。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，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，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。警语：本报告提供的资讯仅供参考，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
建议或买卖操作的推荐，